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最近这个育儿这个话题真的是火得不得了啊！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亚洲的妈妈和欧洲的妈妈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面都有哪些不同的做法和理念。好呀，这个真的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开始吧。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呢是这个教育的核心理念，这个根本的分歧啊。对，就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亚洲的妈妈和欧洲的妈妈在教育孩子这件事情上面核心的出发点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其实我觉得，亚洲的妈妈呢，她是比较受这个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多，所以她会比较强调集体啊、家庭的荣誉，然后孩子的这个行为举止要符合这个家庭和社会的期望，对，成绩和规矩这方面抓得会比较紧。那欧洲的妈妈呢，她是受这个个人主义以及他们的这个社会比较多元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啊，所以他们会更看重孩子能不能够独立的思考，能不能够自己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的这个教育环境呢也会比较宽松啊，更注重孩子是不是能够幸福，是不是能够有创造力。你觉得就是这种亚洲和欧洲的妈妈在教育孩子上面这种分歧，是不是其实背后反映的是社会结构和资源分配的不一样？对啊，你看就是亚洲很多地方它的资源是有限的，那父母就会觉得我只有拼命的让我的孩子去竞争，他才能够抢到一个好的位置。那欧洲呢，他的这个福利比较完善啊，那父母就没有那么担心孩子失败，他反而可以更关注孩子的成长和幸福。对，这个其实也是跟他们的这个整个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那你觉得在家庭的沟通方式上面，亚洲和欧洲的妈妈会有哪些比较鲜明的不同呢？亚洲的家庭里面呢，就经常会是父母是有绝对的话语权的，然后孩子更多的是去听、去接受。那这种其实不是一个很经常的双向的交流。欧洲的家庭呢，就会更像是一种朋友似的，大家可以平等的去讨论啊，你的想法会被认真的倾听。那这种其实是可以让孩子更敢于去表达自己，也更有自己的主见。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我们这一次就聚焦在日常的教育行为上面。那这一次我就特别想问了，就是亚洲的妈妈和欧洲的妈妈在学业管理上面有什么具体的差异？亚洲的妈妈呢，就是会非常细致的去监督孩子的作业呀，然后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学习的时间也会安排的非常满。他们的目标就是让孩子能够在考试当中拿到好成绩。对，靠这种密集的练习和家长的高度介入啊，来提高孩子的成绩。听起来就是学习变成了一种非常有压力的任务。对，没错。那欧洲的妈妈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可能更重视的是让孩子自己去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然后学校的作业也很少，也不怎么排名。他们更看重的是孩子有没有兴趣，有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他们会让孩子去做一些项目啊，去锻炼他们的这种动手能力和思考能力。那这种方式呢，就会让孩子比较轻松，但是也容易让一些孩子变得比较散漫，没有那么强的竞争意识。你觉得亚洲的妈妈和欧洲的妈妈在给孩子安排课余时间上会有多大的差别？亚洲的妈妈呢，就是会把孩子的这个课外的时间安排的满满的啊，各种兴趣班、补习班啊，就是觉得我要让孩子多学一点东西，然后也很注重让孩子去做家务啊，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但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孩子觉得压力很大，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欧洲那边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啊？欧洲的妈妈呢，就会更重视让孩子自己去选择怎么玩，然后去户外活动啊，去交朋友啊，他们的自由活动时间是非常多的。那这种方式呢，就会让孩子比较有独立性，也比较健康，但是也有可能会让孩子在自律性上面和知识积累上面会比较欠缺一些。亚洲和欧洲的妈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用奖励和惩罚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亚洲的家长呢，就是会把奖励和惩罚分得特别的清楚，然后惩罚呢也会比较直接啊，就是可能会体罚，或者是说非常严厉的批评啊。奖励呢也是跟成绩挂得非常紧的。那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会成绩提升得很快，但是他的心理压力也会很大。听起来就是孩子的感受会被忽略掉。欧洲的妈妈呢，就会更反对体罚，然后他们会比较喜欢用讲道理呀、反思呀这种方式，鼓励也是很经常用的。对，那这样的话，孩子会比较自信，也很独立，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对于规则没有那么敬畏，他也会在遇到一些批评的时候觉得很受挫。我们第三个要聊的呢，就是亲子关系和沟通模式的不同。那这一次呢，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
亚洲和欧洲的妈妈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定位有多大的差别？亚洲的妈妈呢，就是她会很明显的处于一个主导的地位啊，就是她不光是要管你的吃穿住行，她还要给你很多的规矩啊，让你去遵守。那这种呢，就会让孩子在小的时候是特别有安全感的啊，然后也特别容易去遵守一些社会规范啊，但是他的这个独立性就会比较差一点。那欧洲的妈妈呢，就更像是一个引路人或者说朋友啊，就是他会给你很多的自由，让你去选择。那这种呢，就会让孩子很早的就学会自己去思考，但是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规则不够明确，所以会缺少一些约束。你觉得亚洲和欧洲的妈妈在跟孩子表达情感的时候会有多大的差别？亚洲的妈妈呢，就是她会通过一些实际的行动啊，然后一些默默的关心来表示她对你的爱。但是她很少会说我爱你啊之类的。那欧洲的妈妈呢，就会经常挂在嘴边，对，她会很直接的告诉你我很在乎你。听起来就是孩子感受到的爱和沟通的方式也是很不一样的。没错。那亚洲的孩子呢，就会在这种比较含蓄的氛围下面长大，那他可能就会比较擅长去观察别人的情绪啊，但是他不太会去直接表达自己的一些感受啊。那欧洲的孩子呢，因为他经常会被鼓励去说出来自己的感受，那他就会比较自信，然后也比较能够去处理自己的一些情绪问题啊。你觉得随着现在全球化的发展，亚洲和欧洲的妈妈在亲子教育上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吗？现在很多亚洲的家庭也开始慢慢的吸收一些西方的那种更平等的和鼓励表达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欧洲的家庭呢，也会有时候借鉴亚洲的那种更有结构、更重视学业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所以其实现在你会看到很多家庭都是一个混合的模式，就既有传统的部分，也有一些新的观念在里面。那是不是就是说现在的孩子的成长环境就会变得更复杂？对，没错，就是家庭里面的这种文化的碰撞会更明显。那孩子呢，一方面可以获得更丰富的一些成长的资源啊，那另一方面他也可能会面临更多的亲子之间的矛盾啊，或者说身份认同上面的一些难题。那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父母的这种调试的能力和沟通的能力了。对，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亚洲和欧洲的妈妈在育儿上面的一些不同的理念和做法。其实无论你是哪种方式，最重要的还是找到最适合自己家庭和孩子的那个平衡点，好吧？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想法和经验。我们这期播客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